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16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难道又是上车机会 ？APP 回调支撑位止跌，等待启动买点，call 位2000就抹去了所有上涨空间。这次下跌何时能真正见底？应该不会太遥远，这很有可能是最后的诱空阶段。美股触及压力位回调，是无力上涨，还是蓄势待发？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16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我们美股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阿哲还是会通过 K 线、浪形和日内的支撑压力点位测算来讲一下目前的纳指市场观察。而通过纳指的环境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会讲到个股解析。阿哲还是会讲到以下个股，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eertia、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以及 Core 位。那么以上个股呢，阿哲会讲一下他们的波段趋势以及短线的策略，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在讲解正式内容之前，阿哲照常做一个温馨提醒：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阿哲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会偏多，所以视频时长也会较长。但阿哲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可能都关心它的一个情况，所以阿哲把每一只标的的时间都整理成了时间轴。大家点击这一个播放按钮旁边的3角，那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排列，这都是阿哲一个个去整理的。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您可以快速跳转到那一个最想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节省你的部分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阿哲呢再讲一下有关 K 线的知识，叫防守阴线。如果您是老同学，很了解这一个知识点了，您可以直接跳过看下一部分。那么如果是新同学，那么这里可千万要认真听了。防守阴线呢，是可以让我们从前期低点上涨以来多次买入加仓，并且到目前为止每一次买进基本都有短线盈利的一个 K 线方法。那么我们来到防守阴线的一个讲解。什么叫防守阴线？正常来讲，它是一根阳 K 线在前面，而阴 K 线在后面。而阴 K 线的最高价格比阳 K 线的最高价格是低的，最后是阴 K 线的收盘比阳 K 线的最低价也是低的。那么构成这种形态，其实它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经典 K 线形态当中所谓倾盆大雨的走势。当然阿哲喜欢叫做防守阴线，它的市场含义有2种，一种呢叫砸盘，另外一种也有可能会形成超跌反弹。而这种反弹如果足够强势，将会引发市场再次的上涨。而假如砸盘的时候力度过强，导致后续难以恢复，那有可能由砸盘引发出货行为。所以这是一个有可能市场是一个上涨中继出现了这个形态防守阴，也有可能是股价上涨到高位，而后以此方式去出货。所以它的位置很关键，以及后续的股价反应也很关键。它说明上涨中突发性的空方打击不留余地的空方宣泄，所以低开低走，后续止跌它是很容易反弹的，而反转需要待确认。它的最佳模型是阳线是大涨的 K 线，而阴线为大跌的 K 线。如果对于模型不是很要求的话，这根阳线是可以为假阳线的。阴线呢，它必须下跌，但可以为假阳。当然，这2个条件一旦出现，是比较宽松的防守阴线。它的一个操盘策略有2点。第一点是，如果阴线的实体过长，后续止跌可以去清仓，直接把握或者是博弈它的反弹利润。那么第2点就是它的1日仿包阴 K 线的最高价格为最强势的买点。比如说，在这根防守阴出现之后，第2天立马再次仿包阳，这种是非常强势的直接买入点。而3到5天内收盘突破阴 K 线的最高点，它为正常的股价反应，是正常的买点。所以防守阴的一个股价买点，我们主要关注是阴 K 线的高点能不能被快速的突破，并且涨上去之后呢，不能跌回，一旦跌回就作为止损。我们看一下，以此来关注最近的这一波上涨行情。那么很明显，只要是阳线后第2天下跌低开低走，而后收盘比昨天阳线最低的 K 线，就可以作为防守阴线。那像这根阴线就不是了，它是负阴线，因为它创了新高。好，防守阴之后高点要被突破，这里是1天、2天、3天、4天啊，基本上4天突破正常买点，所以这一点呢是一个买入 K 线。而后防守阴出现，第2天直接反包，所以这种是强势买点。而后它的高点不能被跌破，回踩一下，股价再次启动。那么在上涨当中，这一天又是一个防守阴，
是吧？高点没创新高，阴线收盘低于阳 K 线低点，那么突破第二天又是一个买点，股价再次看涨。所以这一波上涨当中，我们的防守鹰提供了3次的买入信号，而且每一次基本都是后续把握短线的上涨。那么现在为什么说这里要去关注防守阴线呢？因为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出现的防守阴，在我们本周周五又出现了。它昨天是一根假阳线，而它的今天呢是一个收盘价比昨天阳线低点低，并且高点呢没有创新高的 K 线，它是不是防守阴线？所以这一天我们把它的一个高点作为一个关注价位，如果下周或者说某一天，如果下周出现了一根阳线，把它的高点突破，如果下周一就出现会更好，那么就是再一次的买点，说明目前的美股在创了新高之后，本次的回踩结束了，那么那一天则重新市场转为看涨即可，而现在呢还不行，因为防守阴出现本身就是空方强势信号。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了反手阴线的支点，那么下一周我们就知道哪个时候会出现买点，或者说什么时候呢？你可以去重新看涨。那么我们来到第二部分，为纳指的浪形。在浪形的分析当中，我们依旧保持观点，就是目前在寻找5浪的空间，而当前的股价目前几天的回落呢，是受到了 0.764， 也就是股价一浪上涨时它的 0.764 的空间 21,751.7， 那么这个价位的压制在本周周三的时候遇到了，并且有一些压力提醒。而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风险信号，是不是也在这一个压力位附近所产生？所以要小心它的回调。那么后续的周四、周五也确实如期出现了股价的回调，只是力度还不强。所以在8月15号的时候，有明确的讲到，当前的价格已经跌破了决策阴线的收盘价，所以在周四收盘之后，它构成一次减仓的信号。但因为是假阳线所以它的确定性还不强。如果后续呢能够再回到决策阴开盘之上，就重新看涨。那么这是另外一种阴线，有机会呢再讲。我们的下一次卖出信号呢是红灯出现，当然了，还有一种卖出信号是黄 K 被跌破。而这一个信号在昨天周五收盘之后，也再次出现了一个减仓以及卖出的提醒。这是8月15号我们盘前的一个解析。只要您是订阅观众，特别是刚订阅阿哲的朋友，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您都可以在盘前收到阿哲最为及时的一些分析。那么希望这是对您能够有所帮助的，这也是我们专属的粉丝的一个福利。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的图板。是不是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它出现了一个黄色的 K 线？黄色 K 线呢，代表股价面临到了一个波段的超买区域，它不一定会立马下跌，但往往这个位置不太适合去加仓去买进了，特别是短线不能够在这种位置去开新单。那么价格是不是如期在黄 K 之后出现了回调？所以每次黄 K 产生的时候，包括之前黄 K 在消失之后，是不是都会发生调整？只是调整的时间，它的一个深度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它会调整。所以我们遇到黄 K 就要小心，它是阿哲的交易系统当中一种风险提醒信号。那么目前的防守阴线产生之后呢，就收盘跌破了黄 K 的低点，并且黄 K 消失，说明当下是处于风险在释放的过程。那么这里除非出现明确的上涨阳线出现买点，否则我们不要再随便去买进，而是开始做减仓行为。只有重新构成买点了，比如说防守阴买点出现了，我们再去觉得它的调整结束，然后看涨，再重新加仓，否则慢慢调，慢慢减，等到找到支撑，找到启用点，再去买进。而在浪形的分析当中呢，我们知道目前虽然触及了上方的一个压力位，但底下一些被突破的压力位，它呢会转为支撑。像曾经比较临近的 0.618， 在 0.618 的位置呢产生过回调，升幅的回调，回调之后股价产生上涨。那么这一波上涨是突破了 0.618 的空间，而现在对此要开始回踩，去确认突破是否有效。阿哲认为呢，这个突破大概率还是有效的，因为它的突破空间是比较大的，直接呢跃到了下一个空间。那么目前的这个价位，首先你要关注关头阴线的高点 21,457.48， 而后关注 0.618 它的空间 21,289.8， 也就是说底下这里呢有一个200点左右的空间作为一个支撑位，价格如果越是往下去靠，我们认为它越容易受到支撑，越容易出现止跌买点。只要趋势维持正常，在这个区间内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支撑现象。这也是下周我们开始要有所关注，这个回调点究竟是回调还是容易引发趋势的一个反向呢？这一个区间的支撑将非常关键，它一定不要随便的在这里去跌破，一定要有支撑才说明目前多方还算强势。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防守鹰以及浪形我们的观点更新以及知识点的分享，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一个赞。假如您的时间相对宽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能够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在收听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前提下，阿哲也希望您能够在视频底下点击这一个订阅按钮，那么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您就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了。那么同时，您可以把这个铃铛全部打开，那未来阿哲的每一期公开视频和公开直播都会在发布之后第一时间通知到您，这也是属于粉丝的一个权益。那么感谢您的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小节有关于日内的撑压，这一个知识点呢是阿哲每期视频甚至呢是盘前都会去进行公布的一个数字，是每一天呢阿哲对于纳指和个股一些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的解析和测算。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图版，在图版的左侧就是阿哲昨天所发的盘前广播的所有内容，这也是呢我们订阅粉丝的一重福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8月15号的盘前解析，在这个解析当中，阿哲往往会把指数的一个观点以及短线和波段他们个股的一个走势做一些更新，因为阿哲的视频呢一般是周2、周4和周6去进行更新的，并不是说每日都会更新，所以有时候行情的一个及时性、时效性可能会偏低一些，而阿哲呢会通过盘前的广播做一些弥补。那么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阿哲都会去更新，所以如果您是阿哲的粉丝订阅同学，那么记得找到我们的 Jacky 老师去每天关注一下阿哲这些观点的更新，应该也是会有比较强的时效性，对您有一些帮助。那么在最下面的部分呢，阿哲还有第3部分是关于个股，阿哲一般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他们的一个点位的解析，他们的支撑和压力位日内看到哪里。比如在周5盘前，阿哲给到周5的关注点位，那么是21,738.48和21,599.32。那么这2个点位怎么去用呢？其实很简单，你就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就行。如果收盘价收在了压力之上，说明多方很强势，那么一般这根 K 线底下，阿哲会标记一个绿灯。而如果收盘价呢是在低点支撑之下，就说明空方很强，那么今天的空方会比多方强势很多，那么这一天阿哲一般会标记一个红灯，那么红绿灯就由此而来。所以通过这一个点位的测算，你会得知每一天的多空间的博弈是谁强谁弱。正常我们通过红绿灯希望把握到行情，就是它出现了多头强势的绿灯 K 线之后，后续能够保持、能够持续，这种行情就是我们用红绿灯去跟踪的短线持续强势行情。当市场再出现红灯，我们就去减仓，去小心风险；再转为绿灯，则再次看涨，再去注意机会。当市场转为了红灯之后，则再次进入到风险区，规避市场的调整。当市场连续出现转灯时，关注最后的一个灯的方向，如果是绿灯，则继续看涨。那么从这根阳线开始，从低位反弹开始，在这里的走势到目前截止为止，它都没有一根红灯，说明当下呢可能出现过一些阴线的调整，出现过一些下跌，但这种下跌都不构成空方短线的强势，多头目前还占优势。这是阿哲通过红绿灯现在可以得到的一个短线的结论。那么在下周周一时要关注2个点位，一个呢是21,669.58和21,520.86，这2个点位呢就是周一的预测高点和低点。如果在下周一收盘价依旧保持在预测低点之上，没有跌破，那么股价的调整就依旧还是多方占优，而空方并没有完全的扭转态势，短线上呢还是不用担心的。而假如市场在下周出现了收盘价跌破21,520.86，那么就会出现本次反弹这一个绿灯后开始的首根红灯，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明确的右侧小心风险要开始比较大的一个减仓的一个力度了。只有重新转为绿灯，我们再重新的去看涨。当然在红灯出现之前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减仓行为，比如说我们决策阴线的破位以及呢黄 K 线的破位这已经是构成了减仓条件。再出现红灯呢，也只是再一个减仓条件而已红绿灯作为一个观察对象，但不是唯一阿哲去观察的对象。所以下周要关注这个点位。当然，如果您是比较右侧的同学，用红绿灯呢，其实您可以拿比较多的行情，不至于呢被一些洗盘给下出去，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当然，不好的地方呢，可能有时候卖的时候，它有可能就结束调整了。你可以在绿灯的时候再去买进，再去看涨。这是红绿灯我们去跟踪的一个原因，还是不错的一个信号。那么这里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想要每天看到这一个最新的点位测算，能够去跟踪红绿灯的一个表现，
那么阿哲要告知各位，您必须得要点击订阅，因为这是我们订阅粉丝才享有的一个福利。如果您是刚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您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找到 Jacky 老师。阿哲告诉一下大家，您可以点击下方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发布的。那一条评论中有一条链接，它是 Jacky 老师的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联系链接。您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快速找到我们的 Jacky 老师了。而 Jacky 老师呢是阿哲一个好朋友，那么他呢在股票市场也交易了10多年，有很丰富的经验，足以解决大家大部分的技术分析的难题。所以大家找到 Jacky 老师之后，可以好好的沟通交流您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订阅粉丝福利也会由他发放给各位刚订阅阿哲同学。这里阿哲简单讲一下有哪些福利，一般会有2个。刚才阿哲讲到第一个是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但阿哲觉得这一个福利呢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因为它只是简单的让你能够知道阿哲每天的观点，但它不能够帮助你有多少提升。所以阿哲呢有准备了第2重福利，是真正能够让大家能够有所进步的一个内容，就是会把更多的进阶知识、技术分析的方法以内部直播的方式来去呈现。您呢一边跟踪盘前解析，一边知道阿哲观点，同时你要知道这不是长远之计，更多的我们要去学会自己分析。那么这些进阶知识课程和内部直播，就是专门为我们的粉丝订阅同学提供的一条成长之路。您通过每周不重样、每月都不重复的主题课程，能够学习到更多的、更加实战的一些内容和分析技巧。所以这2重福利就是阿哲专门为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所提供的一个粉丝福利了。希望您在点击订阅之后就能够开始成长，对技术分析能够有所收获。阿哲呢也把下周的课表公布一下，我们下周呢会讲到破局之道、龙头利润，在当下市场调整，在当下多空之间没有明确表示方向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保卫自己的利润，这是最近2周我们一直所讲到的内容。上一周的课程，我们5节课程已经都结束了。这些内容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找到 Jacky 老师去报名，去收听他的回放。那每节课程呢是香港时间上午10点去进行直播的，不是每位同学可能都有时间。如果您是听不了直播，也可以找 Jacky 老师去领一下每节课的回放。我们在下周依旧会有5节课程，从周2到周5，香港时间每天早上10点会开始。您呢，如果能参加直播就听直播，不行的话可以去听回放。那么每一节课程，阿哲相信对您都能够有所帮助。我们下周就讲龙头股的利润，如何把握龙头股。而我们的 Jacky 老师呢，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一位帅哥了。那么到时候大家找到 Jacky 老师，记得跟他好好沟通交流，也可以让他把福利发给您。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我们的指数环境，目前你应该有了一点判断的依据和方向，你知道防守阴线，你知道呢怎么去看压力支撑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个股解析。指数的环境会指引我们个股解析的一个方向。如果指数目前是调整周期，那么个股交易多头上就不要过于激进。如果指数后续有发出买入信号，那么个股我们才激进的去买入做多。这是阿哲一直以来都说到的，先看指数后看个股的一个原因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只股票是特斯拉，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特斯拉呢是阿哲最近或者说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多的去分析的一只标的，而现在阿哲觉得它在酝酿一些比较大的行情，它有可能是一些启动位，所以最近我们要多去关注特斯拉的一个技术面的表现。现在的市场，特斯拉已经是站在了170天 MA 之上又再次的站上了。其实它在今年一直在这附近在徘徊的震荡，是不是这里穿一下，往上再穿一下，往下往上，基本上呢对170反复的横穿，没有产生这个特别明显的撑压转换的作用，所以趋势呢一直走的是一个震荡。所以我们更加希望的是什么呢？就不要像前期这样子站上去就跌下来，站上去就跌下来。它目前又来到170 MA 附近，我们希望它能够站住，在这里止跌启动。而对于三角形的突破，它在突破之后，目前的回踩是开始跌回到这个趋势线之内，这是不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它真的强势，真的要启动行情，这个位置就不应该再往下调了，再调就回到区间之内了。所以这里在下周要关注好特斯拉的止跌现象。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我们用短线的角度来去观察一下。当然，在讲解之前，阿哲需要把我的体系给大家去再好好的剖析一下，让大家呢，特别是新同学
能够有所理解。阿哲一般对于个股解析呢，会分为几个维度去看，分别是 K 线、趋势和资金。阿哲认为这3个维度如果都能结合起来，很多时候对于本周期的分析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或者说比较准确的判断，至少你的方向是不会错的。那么阿哲一般会用到几个指标，或者说几个分析的体系，一个呢是170天 MA。阿哲以它作为中长线的趋势来去观察，而后呢是图中的这一个黄色和紫色飘带，阿哲称为彩虹带，它呢是阿哲用来观察中短期波段是为上行还是下跌的。像股价如果是紫色飘带维持，就说明它处于中期波段上涨，那么我们就波段看涨，波段投资者可以尽管的去做多。所以先看明白趋势，而后我们看一下 K 线。K 线上呢，阿哲分为黄 K、白 K 和蓝 K。黄 K 说明波段处于风险区，就跟指数之前一样啊，这种位置肯定不能随便买股票的。包括你看到哪怕是上升趋势很强势时，遇到这种黄 K 线的位置，是不是它容易调啊？只是调的幅度、深度多少而已。而我们一般在黄 K 的位置就不要随便买股票了，所以 K 线上也要注意。白 K 呢，就是一种相对的波段超跌啊，一旦出现，很多时候会引发反弹，甚至呢是大底行情。而蓝色 K 线就属于一些短线的买入信号或者短线的超跌信号，一般在趋势上涨时才会去用，下跌趋势一般不看。而底下是资金的一个异动啊，一般来讲也要结合趋势和 K 线来去分析。阿哲呢不会单一的从某个角度去买进和卖出，正常 K 线、趋势、资金这3个里面至少要有2个共振啊，我们才会去比较放心的去做出买进和卖出的看法和观点的一个识别。而图中呢最小级别的周期就是我们的红绿灯啊，就是短线 K 线上的啊，红灯呢是短线看跌，绿灯是短线看涨啊，这个周期呢是最小的。那么接下来以这个模板，我们去看一下目前的特斯拉。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图表，市场呢，特斯拉是还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震荡趋势行情。那么前期这里是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我们说黄色 K 线呢代表波段的一个超买区域，你不要随便在这种位置去买股票了。包括前面这里是不是也是黄 K 啊？一旦遇到就小心，它不一定就每次都会下跌，但是阿哲觉得概率还是蛮大的，所以一般遇到黄 K 就不太建议去再买股票了。好，这一个黄 K 呢也出现了调整，这个调整是最近啊刚开始碰到这一个飘带，以及碰到170天 MA 啊，飘带呢还差一点点，所以当下呢和指数是一样的，它这里也临近了一个强支撑区，至少如果是趋势还保持上行，趋势还真的是要走向上的话，它这里应该要有一个强支撑了。好，我们看到170的空间是多少呢？目前的170呢是 327.663， 而飘带的上沿是 325.612。 那么这个区间在下周阿哲希望在这里看到止跌的阳线，止跌的信号。如果这里又再次出现强势的阴线下破，那就要小心了，说明这个趋势走过了一个强势的支撑，强势支撑不能守得住，说明空方变强，那么就要防范它可能又还处于震荡区间，那么下踩的空间就不小。所以真正的趋势强劲，趋势启动上行，那么它应该在这里有止跌，而后再次的启动，调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它的这个位置要有一些信号出现。而从红绿灯的角度来看，虽然目前调了几天，但是它还是绿灯啊。前面的低点出现了绿灯之后，目前一直走的是一个绿灯和无灯的范围，它都没有一个红灯出现。所以你也要开始关注一下，如果这种调整它如果没有出现红灯，一般出现多一根红灯的时候啊，它正常应该就是一个低点啊，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就调的时候不强，最后来一根很强的 K 线下跌，那么一般那根 K 线后啊，最少啊会有一个反弹出现。我们看一下预测值，周一的下跌的低点支撑是 322.65， 而高点的支撑是 334.93啊，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在这个附近出现绿灯 K 线，那么也可以作为买入信号。除非那根绿灯 K 线不好看，比如说是阴线，比如说长上影线，那么除此之外，假如绿灯 K 线是实体阳线，在支撑位附近出现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买入的信号，或者说回调的买点信号。这是关于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呢，在走过了 178.54 之后啊，还是没有去突破左边的这根大阴线，所以说比指数是开始有所转弱。这也是我们上期视频的观点，它没有突破这根大阴线之前就还是偏弱的。这一个压力位突破是否有效啊，还无法确认，因为它的空间无法去拉开，它一直在这里，稍微跌一跌可能就跌回来了。
所以当前的走势从空间上来讲，就还是一个震荡，而且是上有压力，下有支撑，很窄的一个震荡区间。这里稍微有那么一根强势阳线突破，那基本上方向选择再次向上，那么没有问题。但反之，如果选择向下的话，那么就是一个破位。那破位之后，我们就要看调整了。当前还没有有效的方向性 K 线出现。我们再看到它的短线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从 K 线的角度，红绿灯的角度，你会发现从前面这个红灯转绿灯一路上行，它都是绿灯啊，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看到的一些短线强势行情。如果你发现一只股票啊170向上，波段向上，绿灯还一直维持，那基本上就是各周期看涨，那么我们就持股待涨就行。而现在啊有点不一样了，它的绿灯保持了个把月，那么现在出现了唯一的或者说第一次出现这个红灯 K 线。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小心了。红灯产生之后，它如果不能转为绿灯，而是保持无灯或者说红灯状态，这里的调整就维持，目前是空方开始占据优势。当然了，这里只是第一天占据优势，所以你要继续去跟踪。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走势，其他的一个方向，不管是波段还是170天均线，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就看 K 线会不会引发连续性的红灯。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177.317， 高点压力是 181.175。如果不去突破 181.175， 那么下周一还是维持空方占优的一个观点，并且一直维持，一直呢将会去调整。那么这种短线开始会变弱，而后引发波段调整和170的变化，那么这是慢慢的一个过程，而目前还没看那么远，我们呢就看短线，先跟踪短线。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MD， 现在所看到是 AMD。上期视频我们讲过187呢是一个压力位，而这个压力位呢，阿哲认为是比较难以去突破，或者说它的级别可能会比较大一点。而价格走势的一个上行，刚创了前高就立马第二天跌回来，第三天维持下跌，所以当前 AMD 呢有可能是一个假突破的出现，它跟之前是不是差很多？前面一旦突破左边高点，那都是加速行情。那么现在呢，突破左边高点，那么又走弱了，回落了，所以当前的趋势力度是有所转变的，这是要小心的一个细节。而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那为什么在昨天的盘前广播当中要讲到目前要做一个减仓，或者说开始获利兑现的行为呢？因为昨天出现了一个绿灯转红灯。绿灯转红灯作为红绿灯当中一种比较明确的离场信号或者卖出信号，像前期出现的回踩飘带，红灯转绿灯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短线买进信号，包括这里红灯转绿灯为一个买点，而当下是绿灯转红灯，所以反过来作为一个卖点，就好像前面这里它是一个绿灯转红灯作为卖点。好，这个卖点卖出之后，它只要保持红灯无灯，那么就依旧属于调整周期，直到出现强势的绿灯 K 线为止。而下方的飘带离得比较近啊，飘带的话是 174.241 作为支撑，而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74.935， 高点的压力是 178.825， 它只有在下周突破 178.825 才能转为绿灯啊，否则在这之下，那么还是维持调整周期。作为波段投资者，出现这种假突破的现象，在一只强势股当中，你就要开始小心注意，它呢趋势力度有所减弱，而短线的同学，你从前面的绿灯买进到现在，已经构成获利兑现的一个信号了，所以这我们开始要卖出，执行减仓获利兑现行为。以上呢就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和 AMD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会相对偏多，阿哲呢可能比较难像之前的指数和这3只标的那样子讲的那么详细，所以阿哲呢依旧会从刚才那套体系当中去尽可能去讲到它的关键点，比如说趋势和下周一的关键点位，那么希望对您也能够有所帮助。那么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Circle。目前所看的是 Circle 的图表，那么在 Circle 的一个运行当中，我们先看一下短线上是不是从前期的高点下跌以来，基本上都是红灯的一个显示，而绿灯呢很少啊，这里是绿灯，这里是绿灯，以及最新的 K 线是绿灯。那么绿灯之后，如果立马转为红灯，那么立马要跑了。绿灯之后转红灯，立马就要小心了。所以前面的2次绿灯，基本第二天都是转红灯啊，特别的弱势。那么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啊，这就是一个买点啊，这就是一个买点。所以红灯转绿灯则为看涨信号，这是在短线红绿灯的角度。那么绿灯后保持以及它是无灯的，那么都没有问题，只要不再次出现红灯就行。所以先看一下在下周的一个预测值，
下周的低点支撑是144.255，如果跌破这个价格，那么市场将再次转为红灯，那么依旧还是向下看的，要小心它的这个风险。高点的点位在156.475啊，如果再突破，那么就还是绿灯。同时在 K 线上，它属于一个晕线啊，而且是比较标准的晕线。那么出现晕线，我们的一个买点就是股价收盘突破这个晕线的高点，可以做晕线上破的行为。当然，前提是收盘突破，那么这呢会更加明确。如果你发现在晕线这里的压力出现长上影线，那么就要小心，它也是一种风险。而上方的一个飘带作为压力，前期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反弹，但是不能突破飘带，所以还是转跌。现在依旧关注飘带的压力。在飘带的下沿呢是164.716，作为本次的反弹看涨的第一个目标，而后飘带的中轨呢是175.336，那么这呢作为第二个目标。但这个飘带呢，它每天的 K 线运行当中会有一些修正和改变，那么之后我们再去实时的更新。现在主要关注这两个价位。那么以上呢是Circle的分析，目前短线看涨，而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皮尔提亚。皮尔提亚呢，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它出现了一个风险的提醒，就是黄 K 之后跌破，并且它是一个绿灯转红灯。第二天呢，虽然又转为绿灯了，但是第三天又转为红灯，所以当下是连续出现了这个卖出的信号、离场的信号，而目前是保持红灯、保持无灯，而没有出现绿灯。目前依旧短线是方向向下，不过好的是呢，它的波段是止飘带，所以波段向上，而波段的高点目前支撑被踩到了。一旦踩到这个支撑位你要关注有没有止跌的信号，比如说像前期这里踩到这个支撑位出现了红灯，而转绿灯，这里构成一个买点，那么还是不错的。目前就再看一下会不会出现再次的绿灯，我们再去重新看涨买进。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底下的资金出现了离场资金，那么这一次的调整就比之前呢要狠一点。之前呢资金是没有流出那么多的，而这一次是有所流出，所以后续的上涨就开始有所小心比之前呢要小心一点。像 AMD 呢也是在出现这种资金流出之后，它的反弹才开始变弱所以这种资金流出要相对的注意一下。那么当下只要不出现绿灯不出现明显的上涨，那么就不要轻易去买进，毕竟资金流出了嘛。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171.965，高点的压力是178.58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那么 Coin 呢，目前处于一个黄色飘带，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趋势呢是空头的。前期对于紫飘带呢下跌的时候，它没有产生支撑直接就跌穿了，所以目前呢是一个黄飘带空头。那么空头走势下出现了反弹，到了飘带上滞涨，然后回落，所以当下呢是一个下跌，再次走二次回踩的过程。它会再次破底吗？还是说二次回踩不创新低，能够走出一个向上的方向呢？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当下从 K 线角度依旧保持绿灯，这个调整它是没有红灯的，所以它调整力度呢比 MSTR 比 Circle 都要相对抗跌一些，这是好现象。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出现我们再次的绿灯，看一下预测值。我们周一要关注预测的低点是311.63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320.475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再次出现绿灯，那么我们依旧延续看涨看反弹，因为它的飘带呢还是紫色的，所以飘带呢依旧还有压力。这个飘带的下沿是多少呢？我们看一下是331.995这一点如果后续反弹也要关注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前方这个缺口它呢是没有完全回补，所以缺口不补回调能够再启动是比较好的一种多头强势表现。如果缺口在下周补了，那么相对要小心缺口被实体阴线跌破，那么就将会引发再次的下跌，因为缺口本身就代表一种支撑嘛，支撑被跌破，那么空间下探就要打开了。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PP 目前的趋势很强劲股价上涨这个指标带一直延续的上行。在上期的视频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10日新的黄 K， 而后被跌破，那么引发最近的这种下跌？所以黄 K 的时候就要小心要小心它的一个调整出现了。那么股价的下调，目前离飘带是很近的，同时它底下有一个上抬童子，也就是说资金呢开始有所流出，而且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只要是出现这种流出后续的调整相对要谨慎一点，没有明确的上涨之前，不要随便去抄底。当下的回调是回到了左边这一个高点附近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下影线，并且是阳线上涨，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形态。
我们更加明确就是等一根绿灯 K 线以及等一根阳线，把这根阴线的高点给吃掉，那么会更加明确的看涨。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430.04，高点的压力是450.14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VGO 呢和英伟达一样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前面呢在这个绿灯之后延续震荡的上行，目前出现红灯，虽然是长下影线，但依旧要小心它的一个风险，做减仓的行为。而它也是一个防守阴线，跟指数同步。那么防守阴线的话，买点就是股价如果能快速反包，那么则作为再次的买入信号，再次的止跌低点信号，那么依旧是波段的买点。所以目前的博通就开始做减仓，但是呢，它的买入信号呢是再次的走出防守阴突破，而红绿灯的预测值看到低点支撑297.18，高点压力是308.92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突破308.92，也会构成飘带上一个红灯转绿灯的买点，只是那个买点呢，它不如防守阴确定性那么强，而假如还在这一个高点之下运行，就保持调整，保持红灯，保持无灯。现在这股票呢，我们再看到阿斯麦呢也出现了黄 K 连续黄 K， 目前黄 K 还在，但是它已经开始走出破位的现象。而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红灯 K 线，也是一个防守阴线，所以买点大家知道了，就是反包，那么则作为看涨点。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经过了这波大跌之后它的一个黄色带和这个170的均线走平，走为粘合，跟 APP 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个格局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飘带和170只要相对贴近，这里呢就是强支撑，它也意味着这里很大概率是一个中期的启动点。只要它不跌破就容易是中期的起涨点；如果跌破呢，只要小心是中期的起跌点。所以当下呢，以这个飘带作为关键的波段支撑，大概是720附近的空间和170呢相对共振，170呢也是722.908附近，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强支撑区。短线呢要相对的开始获利兑现了，前面的绿灯走到现在一个红灯了，而底下的支撑是为波段的交易，也是一个波段的支撑。关注在这附近产生的再次的买入机会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阿斯麦的一个提醒。那么接下来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734.16，高点的压力是744.655关注这两个数值。看到下一只股票，那么是苹果呢就很强了，保持这个黄 K， 保持绿灯，没有红灯，也没有破位。那么价格走势调整目前呢还不强势。我们以黄 K 来去看的话，一般就是把最高的黄 K 的低点作为防守那么股价跌破这里呢开始才减。那目前呢依旧保持黄 K 看涨，持股待涨，但不要随便在黄 K 去买入股票。目前的灯依旧是绿灯，没有红灯。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77.99，高点的压力是232.935关注这两个数值。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呢走的就比较的震荡迟疑，不太强势。它对于左边的高点呢也走了一个假突破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选择。突破左边高点，然后出现了一个绿灯走红灯，并且呢也构成了一个假突破，所以当下的 Meta 它调整的概率会比上涨的概率阿哲认为会高那么些许。底下呢是一个飘带为止，所以波荡是看涨的，只是短线呢有回踩飘带的一个需求。飘带的上沿呢是763.199，目前就还在一个红灯的区间之内，所以调整依旧看空方强势。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下周周一低点支撑是783.025，高点的压力是798.45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下一只股票呢是 MSTR，它走出了连续阴线下跌的力度还比较强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 K 线呢实体是有在变短，影线呢有在变长，每天都有一个足够的下影线所以这是说明这个股票下跌时呢有足够多的一些资金还在托盘，或者说还在有反向的力量在买进，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么对于多头来讲，它目前打破了左边的低点，但其实整体的结构呢还是一个震荡的下沿附近，并且离170呢比较靠近，所以在这种位置呢更多的还是找买入机会，因为170附近嘛，所以整体的波段或者整体的中长线它有可能是一个低位，波段的反弹空间也还是有的，离飘带呢比较远，飘带是在390.008，那么这里呢作为一个反弹空间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当下阿哲认为呢 MSTR 可以再次做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呢最好是日线上出现止跌阳
或者说以此呢去买进会比较好一点。我们从小级别30分钟来看，它这一波下跌以来，它有没有出现过白 K 突破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啊，这里出现过，这里突破了白 K， 但一突破就遇到了黄带，一遇到黄带就滞涨，然后再次回落。目前呢又再次出现了白 K 的突破，而后反弹了一波，但是遇到了飘带，又出现了滞涨，并且这是一个股价的复阴线，又跌回飘带。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在这个飘带一直是走出了下行，有反弹也只是反弹，底下呢有聚宝盆啊，所以当下的走势只要30分钟不再破前面的低点，那么日线级别它就容易走出一根阳线止跌，而后我们再去看是否值得你去把握反弹。所以当前的 MSCI 也可以好好关注它的这个位置随时产生的止跌反弹行为。而我们看到预测的值，低点支撑呢是 356.882， 高点的压力是 369.47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呢，它的走势也是相对震荡的一个上行，不算很强，但是一直保持上涨，还是比很多最近的科技股都要强势的。它没有跌破黄 K， 但也没有突破黄 K， 所以黄 K 区间之内呢，在走一个震荡的调整，整体还是比指数感觉是要强势的，是属于最近的科技股当中比较不错的一个走势了。那么股价走势从前面回踩的一个红灯转为绿灯，那么一路的上行，目前没有红灯，那么就一直保持看涨。而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下周周一不能跌破 203.498， 那不跌破呢，就还是保持绿灯的一个范围，看涨的范围。高点的压力呢是 208.743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那这次反弹的很强势啊，价格呢突破了飘带，而后进入到了一个黄 K， 也就是说它整体的涨势太强，所以进入到了波段向上的一个上涨的区间，这里是一个很高风险的区间，刚回补缺口，而后临近左侧的压力，那么这里又是黄 K， 所以亚马逊走到这，如果你短线是有利润的，阿哲是比较建议短线在这里做出卖出行为是没有太多的问题，阿哲觉得这里是有所风险。当然黄 K 出现之后，你说能不能等它黄 K 消失跌破？可以，但是那样的话，你有可能先吐回一点利润。所以当前的黄 K 产生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做左侧的一个离场。当然你要找右侧的话呢，可以等黄 K 的跌破，也可以等一个红灯 K 线。波段投资者关注下方的飘带，如果能转为支撑，有机会重新转为向上的趋势。黄带的一个趋势，目前上方是一个 225.732 作为一个支撑点。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30.419， 高点的压力是 234.691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SMCI 呢已经是在底下震了很长时间了，然后一直都是蓝色 K 线，一直没有消失，也没有突破，所以还是等什么？等蓝 K 消失，蓝 K 突破这是最好的一种等待。我们可以看出它有止跌，有震荡，有点在吸筹的行为，但是没有启动，就作为散户来讲，不要随便的买进。前方有多次流出之后产生了这一波暴跌这是一个资金流出，然后搭配一些 K 线它的一些离场信号比如说这个绿灯转红灯绿灯转红灯连续的出现，那么你可以规避这波下跌，至少你会提前减仓。那么当下呢是一个蓝 K， 那蓝 K 出现没突破，就等它突破，等最后一根 K 线的突破。目前还是红灯，没有绿灯。那么下周关注有没有可能绿灯产生呢？高点是 45.47， 低点呢是 44.06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的话，还是在左边出现了关头阴线之后呢，也是个负阴线之后呢，市场是下跌的。我们上期视频说过，它的买点是什么？就关头阴之后负线之后，这个高点被收盘突破作为买点，因为它也是在飘带紫色嘛，所以如果有买点呢，也可以认为它调整结束去买进。但它没有出现之前，目前还是红灯，就依旧保持看调整、看下跌即可。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36.3， 高点的压力是 239.84。阿哲是比较建议哪怕有绿灯也不要买太多，或者说先不买，等它的 X 高点被突破再买会更好一点，更稳定一些。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科尔卫，它呢在股价出现了连续的黄 K 之后，是不是也出现了这个
也出现了这个绿灯转红灯啊，出现了这种下跌。那目前经过一波急跌，那么又进入到了蓝色 K 线，蓝 K 呢作为一个关键的短线超跌区域，它虽然不如白 K 在下跌趋势那么有用啊，但是蓝 K 也意味着价格的下跌进入到了一个观察点。前期这里有蓝 K 啊，蓝 K 消失，蓝 K 突破是在这一天的时候。那目前蓝 K 出现了，如果下周直接蓝 K 消失，蓝 K 突破，那么直接构成一个买点。所以当下呢，这里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诱客行为的。那么股价目前这波下跌，因为前期反弹的过高啊，它又创了一个低点，说明下跌还是很强的。所以目前呢还是有更新的低点，还是属于下跌趋势，波段的趋势呢也还是一个黄带。所以目前来讲，我们更多的可以去尝试抄底，但是仓位不要放太重。如果有更明确的右侧趋势走势出来之后再买会更好。当下呢最多就是左侧关注有没有抄底信号而已。而阿哲认为呢，在股价可能跌穿85之前就是到目前这个区间到跌穿85这个区间之前，这个区间之内还是有可能是一个诱空的现象，因为前面这波上涨太强势了，这里的下跌呢有点刻意那么目前我们先以诱空来看待，所以尽可能呢以找做多反弹去看。如果这里能够反弹，那么压力位一个比较极限的就是飘带的压力 116.758， 另外一个呢就是大阴线一半左右和大阴线的高点这些位置是比较关注的压力。我们看到预测值下周周一能不能有绿灯，高点的压力是 104.635， 低点的支撑呢是 97.33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比较希望的是不出现明确的信号之前，你不要去随便的买进，就跟黄 K 我们不要随便去买一样。而蓝 K 不能直接买，是因为还处于下跌。好，蓝 K 要消失并且反包，构成买点。那么以上就是8月16号我们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